润这个词如今在中国成了全民热议的暗号，意思是逃跑、逃离中国的土地。2025年的中国，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像决堤的洪水般涌向日本，连带着无数学生将目光投向了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。数据触目惊心，过去10年，东大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从2014年的1136人狂飙至2024年的3396人，增长整整3倍，占比超过12%。这还只是官方数字，实际人数可能更恐怖，因为从日本高中毕业的中国学生并未计入留学生统计。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最新数据显示，截至2024年底，在日本拥有居留资格的中国人已突破85万人，比2023年激增近3万，刷新历史纪录。据日本媒体预测，到2026年，这个数字将铁定超过100万。这不是普通的移民潮，而是中国社会全面崩塌的信号。百万家庭拖家带口，用脚投票逃离这片土地，而东大成了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。2025年的今天，这股润潮仍在加速，中国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流失未来。东大，日本的学术巅峰，如今却成了中国学生的避难所。根据东大2024年5月公布的最新数据，大学部和研究所共有约 2.75 万名学生，其中中国留学生3396人，占比超 12%。回顾2014年，这个数字仅为1136人，10年暴增300%。更骇人的是，在东大所有外籍留学生中，中国人的比例从2014年的 39.5% 飙升至2024年的 66.5%， 几乎独占2/3的席位。一位27岁的中国籍东大研究生无奈地说，中国高考就是人间地狱，分数之外还有户籍歧视。我老家在偏远山区，想考名校比登天还难。但东大对外籍生的招生公平得多，只要肯拼就有出路。另一位曾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则吐槽，英国学费1年几十万人民币，生活费也高得离谱，根本负担不起。日本学费低，生活方便，还能攒点钱寄回家。不仅东大，早稻田大学的情况同样令人瞠目结舌。2024年数据显示，早稻田约 4.8 万名学生中，中国留学生接近3300人，占比约 7%。日本顶尖高校正被中国学生攻占，这股势头在2025年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。为什么中国学生宁愿背井离乡也要逃到日本？答案藏在中国教育的血泪史里。先说高考这个人间炼狱。根据中国教育部2024年数据，高考报名人数高达1350万，但一本录取率仅约 9%，985高校录取率更是跌至 1.8% 以下。也就是说，每年超过1200万考生被无情刷下，农村学生的命运尤其悲惨，受限于户籍政策，他们连公平竞争的机会都没有。再看就业市场，更是让人肝胆俱裂。2025年，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达到1222万，创历史新高。但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，2024年6月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仍高达 17.6%， 比2023年底的 14.9% 有所下降，但仍是总体失业率 5.2% 的3倍多。相比之下，日本2024年应届毕业生就业率高达 98.1%， 简直是天堂与地狱的对比。某招聘平台调查显示，2025年初，近 60% 的中国毕业生表示完全找不到工作，更有超过 30% 的人选择躺平，宁愿啃老也不愿面对残酷现实。一位东大在读的中国学生说，我在国内读了个211大学，毕业后投了200多份简历，连面试都没捞到。父母砸锅卖铁供我读书，最后我却只能去送外卖。
我受够了这种绝望，日本至少给了我一丝希望。教育的崩塌只是表象，更深层的灾难来自中国的铁腕管控。新领导人上台以来，言论自由被彻底扼杀，学术研究沦为政治的奴隶。根据自由之家2024年报告，中国的学术自由指数跌至历史最低，近8分，满分100，在全球排名倒数。大学课堂上，学生被迫背诵领导人思想，稍有异议就可能被举报，甚至锒铛入狱。疫情期间的清零政策更是彻底点燃了年轻人的怒火。2022年，当全球步入后疫情时代时，中国却还在封城、禁足，甚至连出门买菜都被视为犯罪。根据中国卫健委历史数据，2022年全国因疫情被隔离的人数超过5亿人次。忍无可忍的年轻人走上街头，发起白纸运动，却换来暴力镇压，至少数百人被捕。一位日本学者分析，清零政策让年轻人彻底绝望，他们开始公开喊恨透了中国。这种情绪在2025年愈演愈烈。一位在日本留学的张姓学生愤怒地说，中国中学第一课就是爱党，从小被洗脑成战狼。但2019年后，网络监控变本加厉，连翻墙看外网都被抓。我不想活在这种没有自由的牢笼里，哪怕回国探亲，我都觉得窒息。相比中国的地狱，日本简直是天堂。学费低廉，生活便利，就业前景光明，这些都让日本成了中国学生的救赎之地。以东大为例，根据2024年官网数据，本科生1年学费仅53.58万日元，约2.5万人民币，研究生更低至每年约2万人民币。而中国顶尖高校如清华、北大，1年学费加生活费轻松突破10万人民币，更别提英美动辄几十万的开销。一位日本学者指出，过去中国学生会先在国内学日语，再来日本，但现在即使零基础，他们也愿意先读语言学校，然后考东大。他还透露，日本企业对东大毕业的中国人才需求暴增，如果是东大出来的中国人，年薪轻松超过500万日元，约23万人民币，比国内996打工强100倍。更离谱的是，许多中国家庭为了让孩子挤进东大，不惜举家搬迁到东京文京区。2024年，文京区教育委员会统计显示，该区外籍小学生中，中国籍学生达467人，比2019年暴增2.4倍。这些家庭的目标是 3S+1K， 文京区的4所名门公立小学。有的家长甚至卖掉国内房产，只为让孩子从小接受日本教育，最终考入东大。这股留学潮有多疯狂？数据说话。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2024年统计，日本全国留学生总数已达40万人，其中中国学生占比高达 47%， 远超第2名越南 14%。在东大，2024年中国留学生占外籍生的 66.5%， 几乎把其他国家学生挤得无处容身。更有甚者，日本学生支援机构2024年数据显示，中国留学生获得的政府奖学金总额超过320亿日元，平均每人每年约40万日元，约 1.8 万人民币。而日本本土学生却背负高额贷款。2024年大学毕业生平均债务高达320万日元，约15万人民币。这种后代中国人冷遇日本人的政策，引发了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。中国教育的悲剧远不止于此。2024年考研报名人数预计突破500万，但录取率仅约 28%， 每年有350万考生落榜。而日本考研人数仅15至20万，录取率高达 95%。一位东大中国研究生感叹，国内考研像挤独木桥，考不上就得去996打工。日本不一样，只要努力，机会多得多。更讽刺的是，中国高校的质量持续下滑。尽管清华大学在某些学科排名靠前，但科研自由度被严控，论文发表要经过层层审查。相比之下，东大毕业生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是中国高校的2倍以上，学术氛围宽松得多。中国学生为何蜂拥留学日本？
答案藏在数据和血泪中，高考地狱、就业绝境、言论压迫、教育崩盘，每一项都像一把刀插在年轻人心上。东大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，但这背后是百万家庭的无奈与牺牲。据估算，若这股润潮持续，到2030年，中国可能流失超500万中高端人才。文京区教育官员无奈地说，3S+1K 不过是普通公立学校，却被中国家长炒成了神话。更有日本学者警告，东大5人中1个是中国人，未来日本精英阶层可能被中国人掌控。这股留学风潮究竟是救赎还是隐患？对中国而言，这场人才大逃亡已是国之殇的丧钟。2025年的今天，中国教育的末路已清晰可见。